在马德里，从来不愁周末没有好的去处。从市中心出发，东南西北随便往哪儿开上半个小时，就能遇见一片美好的小城风光。最厉害的是，它们还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也许你已经习惯了私家车的快捷，也许你想换一种不一样的旅行方式，那正好今天来点特别的，跟我们一起搭乘菲利普2世复古小火车，去圣罗伦索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古镇。上世纪60年代的火车头牵引着上世纪40年代的车厢，我们逐渐进入曾经的那个日不落帝国的氛围。准备好了吗？咱们出发了。圣罗伦索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古镇在距离马德里市中心50多公里的地方，这里坐落着最为壮观的艺术建筑群——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198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菲利普2世辉煌梦想的见证。该建筑群于1563年由菲利普2世开始修建，名为修道院，实为修道院、宫殿、陵墓、教堂、图书馆、慈善堂、神学院、学校8位一体的庞大建筑群，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并珍藏了欧洲各艺术大师的名作，所以人们称它为世界第8大奇迹。整个修道院的设计采用长方形格子结构，不像皇宫教堂那样繁复奢华，这里却是简约、克制、低调，正像菲利普2世的性格。所以人们也称这个建筑群为单调的石头交响乐。我觉得修道院的内部设计倒很有哈利波特的感觉，一进门便是国王庭院，正对我们的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是大教堂的方向。之所以命名为国王庭院，是因为这里的主要雕塑是6个参与耶路撒冷的圣殿建造的旧约国王，正中央的2位正是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大教堂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建筑作品，并且是整个建筑的中心，位于整个修道院的中轴线上。教堂由花岗岩干砌而成，平面呈希腊十字的正方形。1楼走廊绘制了从耶稣诞生到最后的审判的壁画，非常精美。教堂去多了，有的时候都麻木了，但这个教堂带给我们的冲击非常大。进入大教堂主厅的那一刻，迎面感受到的气势绝对不亚于梵蒂冈主教堂带来的震撼，仿佛自己置身于中世纪的欧洲。我们已经转完了小古镇，特别的安静，就有点像我们那一年去意大利的那个奥维耶托的那个曼城，就是整个节奏非常的慢。然后现在准备坐下稍微吃点东西，找了一家餐厅，然后这边的餐厅也是英语不是特别的普及，所以我们就是看那个西班牙的那个菜单，还是需要用那个翻译器去翻译的。然后我就点了一杯这个热可可，味道还是挺香醇的，非常的浓郁。然后我老公就点了一杯啤酒。今天天气还好，有一点冷，但是我们2个就想晒晒太阳，所以就选择了在室外吃。现在就等着上餐了。刚刚回来休息了一下，然后现在准备出门吃个晚餐。今天晚上准备去吃当地很有名的那家烤乳猪店，而且那一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餐厅。但是那家餐厅肯定是排队的人巨多，所以我们2个也没有提前预约。刚刚看了一下，它网上是可以预约的，但是预约的时间就要预约到后天。
后天了，但是我们后天的行程好像还挺紧的，就没有时间过来吃，所以今天晚上过去碰一下运气，看看直接排队可不可以排进去。就前面这一家果然已经早早的开始排队了，人非常多。波丁餐厅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餐厅，更严谨地说是世界上直到现在还在运营的最古老的餐厅。从1725年开业至今，香味飘了近300年。门口虽然看不出什么门道，但是推门进入，古老的气氛扑面而来，每个角落都透着历史和传统的味道，让人瞬间回到18世纪。说到古老，西班牙的大画家格雅也曾在这家餐厅打过工、洗过碗。海明威也曾在《太阳照常升起》一书中写道：“我们在 Boating 的楼上吃午餐，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餐馆之一。我们吃了烤乳猪，喝了3瓶 La Regiolata。”作为这里的常客，海明威还总是跑到厨房里学做海鲜饭。如果您很幸运，就餐位置被安排在2楼，那么就可以找到海明威的专座了。餐厅的烤乳猪是一绝，至今依旧使用着1725年的古老烤炉来烤制从塞戈维亚运过来的乳猪。面对蜂拥而至的食客，他并没有养成老字号容易有的坏毛病，反倒一直做到食物可口，服务诚恳。我一直觉得努力保持着老味道的餐厅是值得钦佩的，他们从时光无情的手中帮我们保存住一份份活生生的真实过往。伴随着咔嚓咔嚓声，切开带炭火香味的焦褐色脆皮，肉汁顺着缝隙流出，里面的肉质嫩滑无比，这大概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烤乳猪了。此时此刻，引用毛姆的那一句“脆皮中包含着许多心醉神迷的精神享受”，再合适不过了。我只想说，感恩遇见如此美味佳肴，又带点微醺的马德里之夜。我们已经吃完出来了，吃的非常的撑，它的量很大。我们其实只点了1份烤乳猪，还有1份烤羊羔，但完全吃不掉，所以我们就打包了。价格算良心，对，很良心的价格。然后味道还不错。我们因为吃的很撑，所以现在就是跑到这个广场旁边，就是有一个网上炒得很火的那个石原里美的帽子店，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过去看一下那家店的帽子到底质量怎么样。他们家的那个帽子好像是以礼帽还有贝雷帽出名的，我还想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淘几顶带回去。哎，就是这一家，但是现在好像关门了。看他几点下班？明天9点30到1点30开门，然后3点到8点开门。哦，那明天再来吧，反正离那么近。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but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Nobody learns without getting it wrong.
观景台先远观一下整个托雷多这个古城的样子，因为这个 view 是来这里旅游一定要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之前呢看那个旅游攻略，就很多人说下了那个火车以后就是要坐那个观光巴士，到那个观景台，因为路程还挺远的，走路上去的话就肯定会累个半死。但是我们来的路上就很幸运碰到了一个他女儿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一个老奶奶，然后她跟我们说就是打 taxi 会更便宜一点。那我们打这个 taxi 应该是我们2个人加起来应该是不到20欧，他可以带着我们先去看那个 view， 然后看完那个 view 再把我们从那个观景台再带回到这个古镇这边。那如果你要是坐大巴的话，一个人就要20欧。所以今天还是很幸运的，又碰到好心人告诉我们了这个好办法。OK， 我们应该是已经到了。OK， 到了是吗？到了。OK， 那我们一会儿见，拜拜。托莱多是西班牙的开国之都，同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西班牙历史遗迹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塔霍河环抱着半个小城，人们称它为停留在16世纪的城市。隔河望去，托莱多的脚下是一座岩山，被塔霍河紧紧环绕，整个小城就高高地耸立在坚实的岩石之上，活脱脱一个天然的军事要塞。这是托莱多在一个战乱年代被选为帝都的原因。可是险峻的地势也限制了它的规模。1000年后，因为托莱多的地势难以扩展，不能满足一个强国首都的需要，于是1561年菲利普2世迁都马德里，托莱多从此衰落，但宗教地位依然如故，至今仍是西班牙红衣大主教的驻地。由于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几个世纪的共处，托莱多以3种文化之都而著称，这也是其历史上最灿烂的时代。著名的托莱多翻译学校就是在那时成立的，影响深远。在古老的城墙内，保存了完好的哥特式、摩尔式、巴洛克式和新古典式各类教堂、寺院、修道院以及王宫，外形各异，峥嵘生辉。这种艺术风格的极大丰富性，使得托莱多的老城区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露天博物馆。老城区内道窄坡斜，街道纵横交织，密如蛛网。沿街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商店、酒家、咖啡馆鳞次栉比，他们没有在应付旅客，而是在认认真真的创作和生活。这里没有一栋现代化建筑，全是古香古色的民宅，整个城市显得雅静古朴。托莱多这个小古镇看似小众，却举足轻重，值得我们花1天的时间好好走走。漫步在古罗马时期就诞生的石板路上，让你1秒穿越到权力的游戏。我们在大教堂的旁边找了一家餐厅，然后现在坐进来准备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的店主特别的热情，就我们就走过来，走到他店门口，直接就被拉进来了。刚回来，现在已经9点半了，然后我们2个还没有吃东西。今天绝对是暴走的一天，因为我们2个从那个古城回来以后，觉得时间还算早吧，然后就说要不要去那个他们的那个商业区，就是
一些购物的那个区域去转一下。这个区就是叫萨拉曼卡区，整个区基本上就是一个购物的一个地方，然后所有的奢侈品牌啊，一些大的牌子，还有一些小众品牌买手店都集中在那个区域。转下来呢，我们2个人就觉得它样子还是挺齐全的，但是价格上如果是跟加拿大比就没有什么优势，即使是退税以后价格也没有便宜多少，所以并不是很值得从这边买了以后再背回去。还有就是来西班牙一定要逛的一个店就是罗意威，因为这边西班牙是它的大本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旗舰店，就在那个主购物街的那个地铁口一出旁边，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一个专卖店，然后它那个店面大概是3层高，然后里面就是男装女装啊，男包女包什么分的都特别的详细，货也算是比较全的，毕竟是大本营嘛。逛完以后我们2个就实在是迈不动腿了，就不想再去小餐馆里边去吃了。本来还想说去吃那个我们家附近一个很有名的炸蘑菇，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计划推到了明天，就从楼下的一个超市里买了一点东西上来，然后稍微的加工一下就吃一下。现在我老公好像已经做好了，我现在准备去吃饭了。